装这种不通透的纱窗，还不如房间里面用蚊帐或者点蚊香呢。有很多正在装修的业主在选纱窗的时候会问，为什么高清网纱窗没有灰色或者白色的？不是颜色更浅，视野效果越好吗？其实黑色的纱窗高清效果才是最好的。那为什么会这样去解释呢？今天我们就在这里给大家讲解一下。可在此之前我先给大家介绍一种物理现象——衍射。一般的情况下，光是以直线传播的，但是如果光在传播的过程中遇到了障碍物或者小孔的时候，光将偏移原本直线传播的路线，而绕到障碍物的后面继续传播。那什么因素会影响衍射的呢？一个就是光的波长，但在这里我们不做讨论，因为我们所接触到的光都是日常的自然光或者是灯光。那另外一个因素就是孔径，当孔径越小，衍射的现象就越显著。还有一个就是小孔的数量，穿过的小孔越多，衍射出来的光线就越复杂。最后就是障碍物或者小孔的表面材质或颜色。首先我们看一下，没有纱窗的时候，我们看到的是这样子的。这里说明一下，我们之所以选择晚上的灯光，是因为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其他外围光的干扰。那当我们拉上纱窗后，得到是以下的效果，可以明显地看到黄色的灯光穿过纱网后，衍射出了其他颜色的光，这个就是夫朗合费巨孔衍射。你还别说，这个物理现象可以让我们看到一个非常神奇的光谱世界。那言归正传，在2014年，杨发成先生在《光学实验中的新发现》一文中发布了自己利用超黑材料相关实验的结果，而其中发现了，如果使用超黑材料做了单缝，当光穿过的时候，并没有发生衍射的情况。这个其实也认证了光在经过黑色的障碍物的时候，大部分的光都会被吸收的结论。因此，在纱网产品里面，黑色能够比其他颜色的涂层减少更多衍射现象的发生，从而减少其他光的干扰。那当光穿过纱网，除了衍射的现象外，还有的就是反射。当光线穿过灰色的纱网，其他角度的光也打到纱网的表面上，就会产生相对应颜色的光的反射。那这部分的光会混杂在那些直穿纱网和衍射出来的光线里面，对视线造成了干扰。这种现象在白色的纱网上表现更为突出，因为白色它会把大部分的光反射出去。反之，黑色纱网的话，大部分的光线会被纱网的表面吸收，因此减少了反射的现象，这样就会将对光线的干扰降到最低。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家里面的纱网高清效果好，建议选择黑色方孔的纱网。那今天的分享到此结束，谢谢大家的关注。